震撼，投资界灯塔即将熄灭。巴菲特的退休宣言与一场长达60年的财富传奇谢幕。2025年5月3日，94岁的沃伦·巴菲特站在伯克希尔·哈撒韦股东大会的聚光灯下，投下一枚重磅炸弹。他将于年底正式卸任 CEO， 结束长达60余年的掌舵生涯。这场被称作投资界春晚的盛会，竟成为股神时代的终极谢幕。当全场股东屏息凝神时，这位传奇老人用4小时酣畅淋漓的演讲，揭开了财富神话之外的人生终极答案。没有格雷格，就没有伯克希尔的未来。尽管外界对继任者格雷格·阿贝尔 （Greg Abel） 的能源之王身份充满疑虑，巴菲特却以行动力挺。我不会卖出一股伯克希尔的股票，因为我相信格雷格会做得更好。这一表态瞬间平息了市场对后巴菲特时代的恐慌，却也让人不禁追问：失去灵魂人物的伯克希尔还能否延续年化20%的财富神话？4小时演讲藏玄机，数字背后有深意。大家以为他会说投资，巴菲特却讲人性了。他坦言，人生最好投资不是钱，而是找到好伙伴、事业和对抗贪婪与恐惧。这位千亿富翁演讲中调侃美国关税，批评贸易武器化，现场掌声不断。选朋友是人生重要投资。人生路漫漫，我们都在找投资机会，想要得到财富和幸福。但是巴菲特的退休演讲说了一个常被忘的重要事情：选对朋友是最好的投资。这不只是心情的问题，而是对我们未来人生路怎么走，能走多高很重要。一个人水平看身边5个朋友，这话简单，但挺有道理。朋友是我们亲密的伙伴，他们思想、习惯、知识都默默影响我们。和高人一起，像开了扇窗，看到更大世界。他们经历多，看法深，像星光一样，给我们照亮路，让我们不断了解新东西。例如，在学术方面，和学霸朋友聊天，他们特有学习方法和对知识的了解，会给我们新的想法，然后提高我们的学习能力。和艺术朋友玩，他们画画、唱歌的灵感能让我们喜欢美，审美也提高。相反，和颓废、悲观的人待久了，就像掉进了泥潭里，爬不出来了。他们的抱怨、消极会像病毒侵蚀我们，使我们失去生活热情动力。一个老抱怨生活、工作不好的朋友，会让我们也关注坏事，放大困难，陷入焦虑和迷茫。同样，和固执的人交朋友，我们也会受影响，思维变得偏激。他们只守旧观点，不接受新思想。时间一长，我们眼光也变浅了，不能全面看事。巴菲特与芒格相遇，他们互相了解，是成功选朋友的例子。他们年轻时认识，有共同爱好，事业追求也一样。在投资路上，他们互相打气，互相激励。芒格聪明且有眼光，和巴菲特的投资能力配合得很好。芒格提出观点给巴菲特参考，让伯克希尔·哈撒韦在投资界取得了今天的高位。他们友情不只是私人关系，更是事业前进的很大助力。这种朋友关系让他们一起追求目标，突破自我，实现更大价值。选对朋友意味着一起成长。真朋友会在你成功时为你高兴，也会在你碰壁时拉你。他们给我们真心意见和打气，让我们看到自己的长处短处，好改进自己。在成长路上，朋友的反馈和支持让我们更有动力。面临职业困惑，朋友的经验分享让我们一下明白很多，找到对的方向。遇到感情挫折，朋友的倾听、安慰给我们温暖力量，振作。在社交里，我们要勇敢点，
去认识比自己好的人。这不是叫我们去巴结有钱人，而是要找品德好、有学问、有能力的人学习，参加行业研讨会、学术交流，还有志愿者服务，都是好机会认识优秀人才。这些活动让我们和不同行业的牛人聊天，学习他们的想法和成功故事，吸收好的，提升自己。同时，我们也要提高素养，成为值得交往的朋友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交到一样好的朋友，一起进步，友谊成长。选对朋友是人生的重要决定，它能让我们成长路上不孤单，多支持和帮助。珍惜身边积极、想法一样的朋友，好好维护友谊，共绘精彩人生。因为真朋友是我们人生中财富，有了他们，人生更丰富多彩，可能也多了。选对工作，开启人生丰盛之门的密钥，在人生的宏大叙事里，工作占据了极为重要的篇幅。巴菲特说，年轻时找到喜欢的东西，你就会很卖力，别太在意薪水，这像束光照亮了职业道路。选对工作，不只是找份工作，更像用生命投资，影响人生方向和质量。现在翻社交媒体，上班如上坟，职场牛马自嘲话很多，这些话背后，许多人感到了工作带来的无奈和难过。很多人工作只为了薪水，天天重复做事，根本找不着乐趣和价值。他们看同事像敌人，把老板当仇人，怨气冲天，浪费生命中1/3时间。这种心态的原因是还没寻到真正热爱的职业。工作如果只是为了生存，不是真心喜欢，那它就会变得很累，让人受不了。反观巴菲特，虽然到了很大的岁数，但仍活跃在投资里，对工作十分热情。他坦言，工作令他快乐，退休则让他感到闷。工作对他已不只是赚钱了，他是爱好事业，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。巴菲特每天花好多时间在工作，却很高兴，因为做的是自己爱的事。这种热爱给予他动力十足，深入钻研投资，在变化多端市场中总能做出对的判断，创下了伯克希尔哈撒韦60年年化19.9%收益的神话。张泉灵说，生命比钱重要，这话点明了工作选择的真谛。我们工作就是花时间精力，这是一场生命的投资，比花钱更重要。选热爱的工作，我们愿付出，工作成长，实现价值。这种成长和价值带来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满足和幸福。热爱工作能激发出人们潜能的无限。当我们做喜欢的事，内心热情满满，驱动我们去突破极限。就像梵高，他痴迷绘画到不行，生前穷困，被大家误会，他还是很坚持的创作。这份热爱让他短暂一生留了许多作品，艺术史上他很亮眼。工作中热爱能让我们学新东西，提高能力。热爱工作，我们就会花时间钻研，不怕困难。这样积极学习，让我们职业中进步，有更多发展机会。选工作能让我们找到归属感、成就感。当我们工作和兴趣、价值观、做事感觉有意义，每次完成任务有进步，都会给我们成就感，让我们更自信满足。例如，一个环保人员看他参加的环保项目有了成果，环境变好了，他会心里很高兴，很自豪。这种成就感会使他更努力做环保。这种归属感、成就感能提工作满意度，还对健康有好处，让我们工作生活都乐观。那怎样才能选对职业，找到真爱的事呢？先深入了解自己，通过反思、测试等，探索自己的爱好、特长、价值观。想想自己空闲时爱干啥，对啥领域好奇，看看学习，工作里哪块强，有啥成绩，明确自己最想要啥，稳定、挑战还是对社会有用。
清晰认识自己，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。然后我们要大胆去试，去探索，别被现在知道的和选的绑住。实习、兼职、兴趣小组都能试试，体验下不同的工作。在这个过程，你可能会碰到些之前不知道但很有兴趣的领地。比如一个学理工科的学生参加公益后，发现自己喜欢公益组织运营，就开始关心这行，最后找了份喜欢的工作。再讲，选工作时别看薪水福利，要看前途和对成长好处。一份好工作，初期薪水不高，但机会多，能学到东西，有晋升空间，随能力和经验增加，未来潜力非常大。相反，高薪无发展空间工作，短期满足物质，但长期限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。还可以问身边前辈和行业专家，知道不同职业和行业现在咋样，以后咋发展。他们给的经验和建议，让我们不走错路，做出聪明决定。同时，上网找些行业报告和职业论坛，能了解更多工作信息，开阔视野。在这个变化很快的时代，人们有从没见过的职业机会和挑战，选对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高了。它不仅影响现在生活好坏，还决定了未来人生路。我们不能只把工作当成赚钱方法，要把它看成实现人生价值的路。像巴菲特一生热爱工作，我们也该在职业中找那份让心动的、愿为之拼的工作。选对工作，为热爱付出，我们才能得到生命的回报，人生会更精彩。追求热爱工作，会遇到难处、挫折，薪资低，压力大，但热爱未来，这些都会推动我们前进。选好工作，人生里很重要决定，它得我们用心去琢磨，用行动去找寻，勇敢追求热爱的工作，用生命投资未来，工作里实现价值，收获幸福人生。为热爱工作时，工作不再是负担，成了享受，让我们成长和进步的旅程。选对伴侣，人生最重要的投资。在人生的众多选择中，婚姻伴侣的抉择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关键地位。巴菲特曾认真地讲，人生里最重要的选择是你和谁结婚，不是那些投资。这一看法让人明白伴侣选择对人的一生有多重要。好的伴侣是亲密爱人，也是人生路上的好帮手，会支持你，陪你走人生路，一起过幸福生活。但选错伴侣，损失会很大，不只是钱的问题，人生也会变差。家是每个人心里的安全地，伴侣就是家里的顶梁柱。巴菲特的老婆苏珊，她背后的力量默默支持他。巴菲特投资一生，碰到很多市场变动、压力，苏珊一直在身边给他支持和鼓励。两人分开后，苏珊还是守在家中，给巴菲特一个温暖的家。家庭的稳定力量让巴菲特专心工作，研究投资，为伯克希尔、哈撒韦带来了好成绩。苏珊在巴菲特累时给他靠，迷茫时给他打气，他成了他在投资界勇往直前的重要力量。冯仑，人生的逻辑，分享经验，展示伴侣多重要。他创业时刚开始下海，很难，未来不确定，随时有可能失败。在这个重要时刻，伴侣整天抱怨，带给他负面情绪，会让冯仑的心理负担更重，也许会导致他放弃。但幸运，冯仑的老婆给了他很大的理解和支持。面对困难时，他们相互帮助，笑着面对，找方法解决问题。妻子的支持让冯仑心态积极，创业路上勇敢走，事业最终成功。这段经历告诉我，伴侣在人生大事上作用很大。好的伴侣关系对事业成功很有用。好的伴侣生活中能懂你，包容你，一起让家更温馨。面对生活里的小事情，换位想想，用爱和耐心
处理不同意见，不要老是对着干，让矛盾更大。当有人工作不顺心，另一方会听他说，安慰他，让他开心起来。这种相互关心支持的伴侣关系，让双方感到温暖幸福，有勇气力量面对困难。家里大事决定时，两个人能好好商量，一起想好处坏处，做出对家最好的选择，让家更团结。在个人成长上，好的伴侣会相互鼓励，一起进步。他们尊重对方的梦和追为对方创造实现梦想的条件很重要。比如，夫妻中有人想学习，另一方就会多担点家务，让他专心，或者一起定目标，互相加油，一起长知识。这种一起长大的伴侣关系，让两个人都进步，夫妻的感情也会更深，因为他们一起成长，有共同的奋斗记忆。社会角度看，稳定的伴侣关系对和谐社会很重要，是基石。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位，幸福的家能培养好的社会人，爱的家庭长大的小孩心理更健康，品德也好，他们和人关系好，能为社会做贡献。反过来说，伴侣关系不好，家里老吵架，不仅家人身体心理受影响，孩子成长也会变坏，甚至带来社会问题。怎样找对伴侣，婚姻美满？先明确自己价值观和人生目标。选伴侣时，要找那些价值观、人生目标都合得来的。价值观影响人行为和生活态度。如果两人价值观差太多，以后在很多事上会有不同看法，很难商量到一块。例如，一个只看重心灵层面、爱旅行和寻心的人，和追求物质、安稳生活的人一起，可能在生活选择上会有冲突。时间一长，这些冲突可能影响夫妻的感情。人生目标一样的人，在生活中会互相帮忙，一起前进。其次，要看重人的内心和性格。外表好看当然重要，但时间一长，内在品质才是保持关系的关键。善良、诚实、有责任、尊重别人，这些是好伴侣该有的品质。善良人关心他人，家里照顾家人，诚实建立信任，夫妻才能长久。有责任感，面对困难会承担。尊重包容伴侣，理解接纳差异，减少冲突。相处里，说话能力也很重要。好的沟通能解决问题，还能增加感情，很有效。伴侣间常有矛盾，要沟通才能懂对方，找解决方法。沟通时要倾听别人意见，别急着反对。说自己的看法时要小心点，别让对方不开心。同时，非语言沟通，如肢体语言和表情也很重要，能传递更多情感信息。还有，得在交往中注意下对方怎么做的。一个人的说话可能骗人，但他的动作常常更能说明他心里怎么想。看对方日常习惯、对人态度、处理事，就能全知道他人品了。例如，看对方压力大时的情绪控制，跟朋友、家人相处是否懂照顾人，这些都能看出人的性格品质。选伴侣不是一下就行，得好好看看，感受下。选的时候别被一时冲动给骗了，要理智点，别太激动。婚姻是一生的约定，要用心去走这段路，找到个能懂你、支持你、一起成长的人，是人生的关键投资。做了对的选择，就要珍惜，努力经营婚姻，一起有个好未来。在这个乱糟糟的世界里，找个好伴侣，就像人生路上有个伴儿一样可靠。你们会一起走过风雨，分享生活的各种情感，见证成长。这份珍贵的伴侣关系会让你们感到幸福，还会对家庭社会有好处。我们找伴侣得小心，用真心去找，然后就能过上开心的新生活。好的伴侣，人生财富，一起走过一生，创造很多可能。保持好心态，穿越人生风雨的密钥
在人生的漫漫长河中，我们犹如一叶扁舟，时而顺流而下，享受风和日丽的惬意，时而遭遇狂风骤雨，陷入困境与迷茫。决定我们人生路上能不能走得稳，关键不在外面的环境，而在我们心里的状态、心态。巴菲特说，坏事情总会来，多看看好的。这句话在我们碰困难时像盏灯，让我们找希望，真的说明心态要好。心态是应对挫折的关键力量。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挫折与困难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经历。从投资失败、股市大跌，到朋友闹翻、身体出问题，挑战总影响我们。但是，决定这些挫折对我们影响的是我们怎么看待。巴菲特经历投资市场动荡无数，遇到失误和暴跌，他乐观如初，他没被失败打倒，选了关注生活中的好事，像能喝到爱喝的可乐。这种乐观心态使他困境中冷静，分析问题，找解决方法，一次次过难关。得到的 CEO 托布花在大学招聘，有学生问失败咋办，他答没失败，只有问题要解决。这种心态转变，将我们关注外在问题，从消极情绪转到积极解决上，把失败看作要解决的问题，我们就有了掌控能力，不会让问题变成伤害自己的心情。比如，一个创业者项目失败，如果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，那他也许再也起不来了。但如果他像托布花说的，把失败看成要解决的问题，找找原因，总结一下，那他以后创业可能会更顺利。好心态带来的积极影响。心好促进身心健康。心好，心态与身心健康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。乐观心态让免疫系统变更好，提高抵抗力，减少生病可能。研究显示，长期在压力和坏心情的人会得心脏病、胃病，还有焦虑、抑郁等心理病。相反，心情好能让身体放松，开心对身体有好处。我们开心时，身体会放些内啡肽等东西，让我们觉得很棒，还能止痛抗压。好心态可以帮我们应对压力和挑战，让心理更平衡，不让我们焦虑或抑郁。心好，让人际更好。心好，心态好的人容易和他人相处，建立良好的关系。他们乐观热情，很能感染人，吸引周围人都愿跟他们交往。团队里心态好的人能积极应对困难，他们会听别人的意见，跟团队一起支持协作，一起解决问题。心态差、爱抱怨的人常给团队加负能量，让团队不和谐，效率也变差。在家庭里，好心态也很重要。家人有矛盾，冷静乐观很重要，能防止吵架升级，沟通解决，家庭才能和睦幸福。激发成长和潜能。好心态对个人成长和潜能发挥很重要。当我们积极面对生活，更有胆去试新东西，接受挑战，我们相信能克服困难，达到目标。自信会激发潜能，学习工作会更出色。例如学生考试，他心态好，相信自己，考试就能发挥好。反之，他紧张没信心，就可能影响成绩。在职业里，积极心态让我们突破，追求更高的目标。工作上遇难题，我们不抱怨，不后退，极力地找解决方法。这个过程中，我们能力和经验会提升，为未来打下好的基础。培养和保持好心态的方法一：心好，学会感恩与知足。心好，感恩是一种强大的心态调整工具。每天花点时间想想生活中感恩的事，无论小事像吃顿好吃的晚餐，大事像得到朋友帮，都值得感激。感恩能让我们把眼光放到好事上，不看生活中的不好的事，让我们更懂珍惜现在，增加心里的满足和快乐。同时，我们要学会知足，
不追求太多财富和名利。知足就是不去改变现状，不是说不想上进，而是懂得要珍惜现在有的，不贪心，心里才平静。二，要给自己好暗示，它对我们心情和做事方式都有大作用。遇到困难，别说我不行做不到，要积极点，说我试下我能解决。每天照镜微笑，说今天很好，这种暗示能改心情，加强自信。同时读好书，看励志电影都能给我们正能量，加强自信。三，要运动和健康生活，运动能健身，还能让心理变好。运动时身体分泌多巴胺、血清素，它们能调节心情，让人快乐轻松。每周做些跑步、瑜伽、游泳等，能减轻压力，不焦虑不抑郁。此外，健康生活，比如作息规律、吃得合理，也对心态稳定有影响。睡好觉能让大脑身体休息变精神，吃好饭给身体营养，让身体好，心态也好。四，培养兴趣爱好是生活调味剂，找乐趣和放松就靠它了。画画、音乐、看书、摄影、旅行等都能变成爱好。做喜欢的事时，我们能忘记压力和烦恼，进入专注开心情况，这叫心流状态。培养兴趣能让生活多彩，提高我们的幸福感，使我们能乐观面对生活。五，接受不完美吧，没人和人生是完美的，我们要接受自己和生活的不完美，别太苛责自己。当我们犯错或遇到挫折，别自责，也别后悔，而是吸取教训，让自己变得更强。同时，我们要学会接受别人的不完美，宽容对待他们，这样能减少矛盾，让生活更和谐。好心态在不同人生阶段的意义。星号青少年时期，星号在青少年时期面临着学习的压力、自我认知的困惑以及人际关系的挑战，保持好心态尤为重要。乐观心态能让青少年更好地学，激发兴趣和动力，提高成绩。同时，好心态能帮青少年建立自信，认清自己的优缺点，培养健康的自我认知。和同学朋友交往中，心态好让青少年更开朗，能建立好人缘，不会因关系问题焦虑或抑郁。成年后，人们面临工作、家、社会压力，心态好，生活事业都好。工作时要积极，才能更喜欢工作，面对挑战竞争，提高能力。在家庭中，好心态对夫妻、亲子关系都有益，能创造幸福氛围。此外，面对社会诱惑和压力，保持好心态，让我们坚守原则，不被外界左右出正确的人生选择。老年时身体变差，也许会有疾病、孤单等问题，这时有好心态老人可以更轻松地面对生活变动，应对健康问题，晚年过得开心。乐观心态让老人热爱和好奇生活，追求兴趣，丰富精神。同时，好心态能让老人多和家人朋友联系，少些孤独，多些情感支持。好心态是人生的重要技能，影响我们的身心、关系和成长。正如巴菲特和托布花所传达的理念，无论遇到何种困难和挫折，我们都要学会关注生活中的美好，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。通过感恩、暗示、运动、爱好，我们能塑造好心态，让人生之路走得更稳。未来的日子，我们怀揣好心态，迎接挑战，发现美好，创造精彩人生。强者不是没困难，是遇到困难能积极面对，勇敢向前的。保持好奇心，多读书，解锁人生无限可能的双引擎。在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谢幕演讲中，94岁的巴菲特面对为何思维依然敏捷提问时，给出了2个关键词：好奇心与阅读。他坦言，我每天花5至6小时读书，就像给大脑喂饭。这位投资界的传奇人物，
用一生践行着对世界保持好奇，让阅读成为本能的生存哲学。在这个信息爆炸却又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好奇心与阅读恰似人生的双引擎，既能驱动认知突破边界，又能筑牢心灵的护城河。本文将从认知科学、历史案例、实践方法3个维度，深度解析这一人生最佳投资的底层逻辑。好奇心如何重塑认知边界，打破信息茧房的唯一武器。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·卡尼曼发现，人类天生具有确认偏误，更倾向于接受符合现有认知的信息，而忽视甚至排斥新观点。好奇心则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，强行撕开认知的固化边界。巴菲特在90岁时开始研究人工智能，芒格80岁自学心理学。这种反本能的好奇让他们在科技革命中保持敏锐嗅觉，成功投资谷歌、苹果等科技巨头。激活神经可塑性的关键开关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表明，持续保持好奇心的人，大脑海马体体积比同龄人平均大15%，神经突触连接更密集。这解释了为何巴菲特94岁仍能快速吸收新知识。他每天阅读《华尔街日报》、《金融时报》，关注量子计算、基因编辑等前沿领域。这种主动探索不断刺激神经元再生，延缓认知衰退。应对不确定性的终极解药，在 VUCA 时代，易变、不确定、复杂、模糊，唯一确定的是变化本身。好奇心赋予我们反脆弱的能力。当传统行业被颠覆时，好奇者能快速切换赛道；当人际关系出现裂痕时，好奇者会追问背后的心理动机；当人生陷入低谷时，好奇者相信总有未知的可能性等待解锁。正如物理学家费曼所说，我不知未来如何，但我知道好奇心会带我去有趣的地方。阅读是性价比最高的认知套利。巴菲特曾说，读书是世界上最赚钱的生意，因为他用几美元的成本就能换取顶尖头脑一生的智慧。这句话揭示了阅读的本质，通过文字媒介实现跨时空的知识迁移。当我们翻开《穷查理宝典》，是在与芒格探讨多元思维模型；阅读《人类简史》，是在聆听赫拉利对人类文明的深度解构；品读《论语》，是在与孔子进行跨越2500年的对话。这种低成本高回报的认知投资，是任何其他学习方式都无法比拟的。统计显示，巴菲特的个人书房藏有10万册书，他每天用80%的时间阅读。这种习惯从10岁持续到94岁。他的投资决策看似玄妙，实则是大量阅读后的自然输出。对保险行业的深刻理解，源于研读上百份保险公司年报；对消费品牌的精准判断，来自对营销管理等经典著作的反复揣摩。阅读让他在别人眼中的商业直觉成为有迹可循的认知必然。阅读的3重境界，从信息获取到思维重构。第一层，知识收割，意为输入，这是阅读的初级阶段，表现为对碎片化信息的收集，如浏览新闻、阅读畅销书榜单。此时的阅读如同认知放牧，虽能拓宽知识面，但难以形成系统思维。马斯克在青少年时期每天阅读10小时，却发现读了很多书，但没真正改变思维，于是转向深度主题阅读，这成为他后来创立 SpaceX 特斯拉的关键转折点。第二层，思维建模，二维整合。进入这一阶段，读者开始有意识地构建知识体系。芒格提出的心智山格模型，正是通过跨学科阅读实现的。
他研读心理学，了解认知偏差，学习物理学，掌握临界质量理论，研究生物学，领悟进化思维，最终将这些知识整合成独特的投资框架。这种为思维建模而阅读的方式，使知识不再是零散的砖块，而是构成认知大厦的钢筋混凝土。第三层，认知破壁，三维突破。最高境界的阅读是通过与伟大思想的碰撞，实现认知范式的颠覆。爱因斯坦在阅读休谟的人性论时，对因果关系产生质疑，进而催生相对论的灵感。乔布斯研读禅宗经典《心经》，将极简主义融入产品设计，创造出颠覆手机行业的 iPhone。这种阅读带来的不是知识增量，而是思维维度的跃迁，如同从平面思维升级为立体思维。深度阅读对抗碎片化侵蚀的生存策略。在短视频、公众号文章充斥的时代，深度阅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神经科学家发现，持续的碎片化阅读会改变大脑的神经回路，使人逐渐丧失深度思考能力。但正如芒格所说，在手里拿着铁锤的人看来，世界就像一颗钉子。我们需要用阅读这把瑞士军刀，破解信息碎片化的困局，建立主题阅读清单，围绕某个领域，如行为经济学，集中阅读10至20本经典著作，形成知识矩阵，践行费曼阅读法。读完一章后，尝试用简单语言向10岁孩子解释核心观点，检验是否真正理解，打造阅读仪式感。每天固定1小时无手机阅读时间，像巴菲特那样在书房营造知识圣殿的氛围。微软创始人比尔·盖茨每年阅读50本书，且坚持手写读书笔记。他说，屏幕阅读适合获取信息，但纸质书能让我深入思考，这种深度是创新的基石。好奇心为阅读锚定方向，阅读为好奇提供燃料，二者的关系如同罗盘与引擎。好奇心决定阅读的选题，想了解宇宙起源，就会翻开《时间简史》；想探索商业本质，就会研读《竞争战略》。而阅读又反哺好奇心，书中的新观点会激发更多追问。霍金在书中提到黑洞辐射，好奇者会追问如何验证这一理论。波特提出5力模型，好奇者会思考在互联网时代如何迭代这一模型。这种循环往复使认知如同滚雪球般不断扩大。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便是这种共生效应的产物。他通过阅读物理学著作，理解回归事物本质的思维方式，进而用好奇心驱动实践。当传统火箭制造成本高昂时，他追问火箭的本质是金属和燃料，为何不能自己制造？最终实现火箭回收技术的突破。这种阅读、好奇、实践在阅读的闭环，正是创新者的核心竞争力。历史上的好奇阅读双驱典范达芬奇，跨界好奇成就全能天才。他的阅读笔记涵盖解剖学、建筑学、天文学等15个领域，每读到一个新知识，就会动手实践。为了验证鸟类飞行原理，他亲自制作滑翔机；为了研究水流动力学，他在阿尔诺河修建水坝。这种阅读加实践加好奇的循环，使他成为跨学科创新的鼻祖。巴菲特与芒格阅读构建思维护城河，两人每周花10小时共同阅读财报、哲学著作、科学期刊，在阅读中碰撞出安全边际市场先生等投资理念。芒格曾说，如果我不读书，巴菲特会觉得我是个乏味的人。如果巴菲特不读书，我也不会愿意和他共事。阅读
成为这对黄金搭档维持认知同频的底层代码。稻盛和夫哲学阅读重塑经营理念，他在阅读《心经》《了凡四训》等东方哲学著作时，提炼出敬天爱人的经营哲学，并用好奇心驱动实践。当日本航空面临破产时，他追问企业的本质是否是追求员工幸福，最终通过价值观重塑实现扭亏为盈。阅读与好奇成为他打造2家世界500强企业的核心密码。培养好奇心的3大引擎：建立提问清单，每天记录3个为什么。为什么树叶秋天会变黄？为什么区块链能改变金融？为什么孩子天生喜欢模仿？这些问题无需高深，关键是保持追问本能。巴菲特的办公桌上常年放着一个笔记本，专门记录投资中遇到的未解之谜，这成为他持续学习的动力源。践行跨界探索，每年涉足一个全新领域，参加不同学科的讲座，选修一门跨界课程，甚至尝试从未接触过的运动，如攀岩、围棋。神经科学证明，跨界刺激能激活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，产生更多创意灵感。芒格每年都会研究一个新学科，70岁时开始学习生物学，这直接促成了伯克希尔对生物医药领域的投资布局。保留童真视角，像孩子一样观察世界，蹲下来看蚂蚁搬家，用放大镜观察雪花结构，对常见现象保持初次遇见的新鲜感。乔布斯曾说 Stay hungry, stay foolish， 本质上就是呼吁保持孩童般的好奇与谦逊。构建阅读系统的4大支柱：书单分层法，基石书单10%，经典著作如《论语》《资本论》《物种起源》，构建认知的底层逻辑，工具书单30%，专业领域工具书如《学会提问》《金字塔原理》，提升思维效率，前沿书单40%，最新研究成果如《生命3.0》模型思维，保持认知敏感度，兴趣书单20%，纯爱好阅读如科幻小说、历史散文，维持阅读乐趣。巴菲特的书单中，基石类书籍如证券分析占比虽少，但奠定了价值投资的根基。前沿类书籍如人工智能时代，则帮助他捕捉科技趋势。深度精读法，3遍阅读法，第1遍通读抓框架，第2遍精读做笔记，第3遍对照现实案例分析。跨书联想术读原则10，联想到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，建立知识间的关联网络。输出倒逼法，每读完一本书，写1篇书评或制作思维导图，强迫大脑进行深度加工。比尔·盖茨每读完一本书，都会在博客上撰写详细书评，这种输出行为使他的阅读吸收率提升60%以上。场景嵌入法，碎片时间读短篇，通勤时读《纽约客》短篇报道，午餐时看 TED 演讲文字稿，整块时间供经典。每天早晨2小时精读专业书籍，利用大脑黄金时段进行深度思考。社交场景融阅读，组织读书沙龙，与朋友共读1本书并讨论，借他人视角突破认知盲区。巴菲特的午餐拍卖会上，他常与中标者讨论近期阅读的书籍，将社交场景转化为知识交流场。技术辅助法，双链笔记法，如 Wrong Research， 将书中观点与自己的经验链接，形成知识网络。语音听读法，开车或健身时听有声书，利用被动时间提升阅读量，推荐1.25倍速。阅读统计法，用 Excel 记录每年阅读的书籍页数、核心收获，可视化成长轨迹。马斯克通过 Notion
建立个人知识库，将阅读中的核心观点分类存储，需要时能快速调取。克服惰性的心理建设工具箱，设立认知账户，将阅读时间视为对自己的定期存款，每天存入30分钟，1年后会收获惊人的认知复利。巴菲特计算过，每天读500页书，1年就是18万字，相当于10本专业著作的信息量。这正是他滚雪球式认知增长的秘诀。打造环境触发器，在床头放一本待读的书，办公桌上摆一个今日阅读目标提示牌，利用环境暗示触发阅读行为。神经学家发现，固定的环境线索能使习惯养成效率提升40%。庆祝微小进步，每读完一本书，在日历上画1颗星，完成一个主题阅读，奖励自己一场短途旅行。这种及时反馈机制能强化大脑的奖励回路，使阅读从任务变为期待。终极追问：当 AI 能回答所有问题，人类的好奇与阅读还有意义吗？在 ChatGPT 能秒级生成专业报告 AlphaFold 破解蛋白质结构的时代，有人质疑，既然机器能提供所有答案，何必还要保持好奇，坚持阅读？但恰恰相反，机器越强大，人类的原能力越珍贵。好奇是机器无法替代的。问题生成器 AI 只能回答已知问题，而人类能提出从未被问过的问题。这种提问能力正是创新的起点。阅读是构建人类价值观的核心路径。机器能处理数据，但无法理解活着中的生命尊严，论语中的仁爱之道。这些人文精神的传承，唯有通过阅读实现。好奇与阅读的本质是自我对话。当我们在书中遇见苏格拉底的无知之知，尼采的超人哲学，本质上是在寻找我是谁，我该如何生活的答案。这种精神探索是 AI 永远无法触及的人类灵魂深处的渴求。巴菲特在演讲中说，我94岁了，每天依然像孩子一样期待翻开新的书页，因为我知道下一页可能藏着改变人生的智慧。这种对知识的虔诚与好奇，正是人类区别于机器的本质特征。当我们将好奇融入血液，让阅读成为呼吸，便不再畏惧时代的变迁，因为我们知道，真正的认知护城河不在于掌握多少知识，而在于永远保持重新认识世界的勇气。站在人生的长河边，好奇是照亮前路的火炬，阅读是渡河的舟楫。当我们左手持炬，右手划桨，便能在时代的浪潮中稳步前行，既不迷失于已知的港湾，也不畏惧未知的险滩。这或许就是巴菲特用70年投资生涯向我们揭示的终极智慧：最好的投资永远是对自己认知与心灵的持续滋养，而好奇与阅读正是这场投资的最佳标的。站在时间渡口看，巴菲特94岁人生告诉我们，好奇和读书是生命动力。时间不会打败智慧，永远喜欢探索的人。在算法定义我们信息太多的时代，追问世界，留住阅读的净土，是对人之为人的坚守。我们不做数据的奴隶，要做知识的主人，不被浮躁影响，要在文字里找到内心的平静。在书里找到的聪明，能让你更有自信面对世界。读原则会帮你用理性解决麻烦，看苏东坡传会教你逆境中心胸开阔，还有人类简史让你从高处看文明发展。好奇心像不灭的火种，在重复日子找新意，注意花开，问行业逻辑，探究街头故事。这些没用的好奇是生命活力的表现。巴菲特讲，我每天起床并非为了工作，而是为了学。这种把终身学习放心里，
可能是对时间最好的方法。翻开书页，和很多伟大的人见面，保持好奇，就有无数的机会。这不是功利投资，而是热爱生命，热爱世界的奇妙，热爱思想的辽阔，热爱自己不停成长。现在的你，有没有一本老看的人生书？有没有好奇问过问题，打开了新世界的门？评论区见，一起分享故事，启发彼此。想要不断成长，学习人生智慧，就关注心智进化工作坊。我们陪你读书，帮你发现新自己。人生最美的画面都在下一页等着。下一本书，一个新问题，一次认知提升，而我们永远在路上。